今天是我们的韩国战利品开箱，耶！大家其实上一支影片应该就有看到，我们大概就是一直都在逛街，然后所以其实我们在逛街真的买了蛮多东西的。小林买比较多啦，真的很多不同种类的商品，包含有那个保健食品啊，然后香水、有什么衣服啊、饰品什么，他几乎能买他都买了。去之前我做了很多功课，就是我找了很多自己想要买的牌子，跟有在继续回购的东西。那就事不宜迟，我们的第一支战利品开箱。Let's go， Let's go！ 这个最大袋，这是我们这次我们2个人买出的东西里面体积最大的东西。我先把它拿出来好了，反正它就是一个包包啦。一个这样子的鸡皮的一个包包，其实这个东西完全是不在我原本的愿望清单里面，本来没有想要买包包，因为其实这一趟是小林他一直想要找包包，它算是我这一趟买到的东西。我买的东西没有很多，但它是我买的东西里面觉得最值得，然后最喜欢的前3名有。它的话呢，就是其实它的功能性也蛮好，它有很多的小袋子、小拉链什么的，就是收纳空间很够。像这样子这一边它就会有这样子一个小扣环，然后这边也有一个小扣环，应该是他们家的一个标志吧，因为店员介绍的时候就一直在强调这个东西。然后它的背带的话是这样子做，有一点牛皮纹路的这样子的一个皮带，我觉得很漂亮。然后呢，里面的话也很简单，就是有做一些很基本的分层。然后这个包包它的价格，我记得是台币差不多3000出头。它其实包包我觉得价格都还蛮合理的，因为它是设计师品牌，虽然非常的小众，但我觉得一个好处就是真的不太会有装包的问题啊。有一个重点是，这种包包我很不喜欢，就是我背里面放东西背的时候，它下面撑不住，它就整个下面会这样子掉下来，一坨在这一边，我就觉得很丑。然后因为它下面是做这样子一个皮的，所以它其实是可以把东西整个好好的 hold 住，背起来就不会有跑下去的感觉。我现在里面其实是已经有放东西的了，很不错。它是我个人的满意前3名。旁边这个小吊饰呢，超级无敌可爱的咯。这个是我的，我的是一个戴圣诞帽的一个小熊熊。我吊起来是这样子。小老头其实我觉得没有特别适合在这个包包上。那这个吊饰的价格差不多也是300-400块一个了。下一个东西呢，就已经其实在我手上了，一样是我们在汉南洞逛街的时候，然后意外的也是小林看到的一间店，然后它上面其实有一些小小的，像一些就是小水晶、小漂漂亮亮的一些玻璃，有的没有的，不会太高调，但是又在就是低调，但又想要有一点高调的话，就可以选这个戒指。那个牌子是 Ponytail， 我刚刚找了老半天，它的 logo 其实真的完全看不出，你没有办法解读，它有点像甲骨文那样子一个 logo。大家如果就是熟悉去汉南洞的话，就是在那个下坡那边有一间 CU， 它旁边就是它了。除了这个戒指以外，它其实还有很多就是这一类的饰品，然后有一些小坠子，它的那个坠子跟它的链子是可以分开，你可以自己选你要什么样的坠子的东西啊，款式跟你链子的款式。但是因为它的一个坠子好像就79000、99000了。总之就是你如果把它搭配起来的话，一条项链就应该要10几万到20万之间。我其实要讲坠子，是因为它那时候有一个坠子，我们2个都超想要，但是我们真的买不下去。是一个丘比特的那个，丘比特还是小天使？丘比特，它是真的是做一个立体的，然后大概这么大吧。但是你吊在身上，你也不会觉得它很突兀或者什么，很好搭配的一个。因为它的颜色不是特别那种亮或什么颜色，就是比较低调的颜色。那接下来就是下一个商品。我那天在汉南洞真的是完全意外的大失血，就是都是我害他大失血，因为都是我说我想要去这间店看一下，然后看一下之后都变成全部都是他在消费的。然后而且我本人真的就是一个在出国玩的时候会脑波很弱的人，我就是会看到啥我就是买不管。总之呢，这个牌子它叫做，我刚刚也是去查了一下，它叫什么 Astier de Villade。反正是一个法国巴黎的牌子，我查了一下，他说他本来好像是做就是居家生活艺术的那一种品牌，然后他就是有卖一些餐盘啊，然后陶瓷的一些什么杯子这一些有的没有的，然后后面衍生出就是也开始卖香氛什么的。必须要说他们家的香水真的都是你一般市面上不太常会闻到的基调，像这一支的话，它的香味是陈年威士忌的味道。那时候我们也是在那边试了一轮之后，然后小林就发现这一支，然后他就给我闻，我一闻直接爱上。因为我闻到这个，我就觉得李乔安一定会喜欢这个味道。它真的就是有一种很成熟性感的魅力嘛，太特别了这个味道。这一支的话是30 ml 的香水，然后它的要价要6200左右台币。
重来一次。对，它真的就是一支 XO 的那种感觉。那你觉得它的香水持久度好吗？我在韩国喷它的时候，我大概是1小时内我就会闻不到它的味道了，真的很淡很淡很淡。它真的就是威士忌，真的很香，它有那个软木塞的味道，威士忌软木塞的味道，很棒很棒，我很喜欢。他们品牌呢还给了一个这个小书，这本书它的设计很酷，它是双面，这样子是一面，然后这样子是一面，翻过来，一半是英文书，然后翻过来另外一半的话，它是韩文的翻译版，超屌的。对，我其实没有看它的书的内容是什么啦，就是一个不爱读书的人，好没内涵哦，就是好像是对他们调香师的一些访谈的一些记录这样子。好的，然后再下一个东西呢，也是我看到的，但是又是我被烧到。对，它的店名叫什么？店名应该叫罗浪鬼羊椅，然后这一只猫咪叫做空空椅，应该是这样。对，这是一个小贴纸。这一间店专门都在卖手绘的狗狗跟猫猫，然后这是书签。我们之所以为什么会被吸引呢？是因为看到了真的不得不买，因为这真的太可爱了。一人拿一个，一起转过去。枪台，这个杯子也是我看到之后，我就跟李超讲说，你看，然后他一看到他就说这也太像枪台了，真的枪台，疯掉。然后它又是烧酒杯、清酒杯的样子。虽然我自己在家不太会喝啦，但是为了枪台，我就是一定要买。因为它就算买来摆饰也是非常的可爱。如果有养猫的人的话，有去韩国的话，就也可以去这间看一下，搞不好会有像你们的猫猫的一些小物可以买。然后也有狗狗的。我本来其实不是一个会被这种就是漂亮或可爱小物而吸引的一个人，但是最近就觉得哦，好像其实买这些东西真的蛮疗愈的。接下来跟大家介绍是 Low Classic。也是我们这一次逛到的爱牌，然后它真的是非常的极简风格。应该说我们两个都不是会穿很复杂衣服的那种类型的人。他们最红的是他们的帽子，大家应该有看过，就是这一个 logo LC，在这边正中间。然后呢，我买了这件衣服，应该说条纹是好像现在韩国趋势嘛，每一间店都做条纹类别的衣服。今年的秋冬应该全部都是条纹。那这件条纹是在众多我看到所有店里面，我觉得它的条纹是做的版型最好，然后他们的 logo 也很漂亮。当时买是7.9万，然后可以退税，1600多块吧一件。这一套整身也都是在 Low Classic 买的。这一套衣服的话，是我这一趟去韩国买到最喜欢的衣服。这件上衣真的很好看，但是它的版型很好之外呢，它的材质是那种很松软、很薄的这一种针织。它的这边是做短版的，然后袖子又做够长，你裤子加这个，你就会看起来比例整个非常的好。给大家看一下。裤子的话，我超喜欢它的整个 fit， 很好看，它版型非常的好看，然后刷色也刷得很自然，一切都是很喜欢，恰到好处。这一套衣服全身加起来刚刚好，总共就是台币7000元。但是我觉得很值得，因为这一件裤子真的会看起来腿很长，然后很修身的裤子。所以我真的觉得，如果你们有去圣水洞的话，就推荐去逛 Low Classic。它也红很久，从我在韩国当模特的时候，就很多模特都在穿他们的衣服。接下来呢，就是另外一间店，也是我们这一次看到的宝藏店，但其实也变大户。对，它其实也不宝藏，因为发现超多 idol 在穿。就是呢 ，Not for Nerd， 我在这间店花了大概有6-7千块吧。6-7千听起来没有很多，是因为他们的定价没有很高，但他真的买很多件，所以买到6-7千，其实他真的买了很多。为什么推荐大家可以去逛？是因为他们每一件衣服款式都有一大堆的折扣，像是呢，我其实只买了一件，其实也是本来小林要买的，然后结果不小心又烧到我本人了。它呢，其实就是在我在那个 vlog 里面最后一天我们去机场的时候，我穿的那件外套。它的话，它这边是做一个拉链拉到最高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小立领这样子，然后有点像冲锋衣嘛那一种的。背后的话，这边有一个他们的这个，好像说叫做 For Symbol 嘛，这样子一个想要代表他们的品牌，就是要跳脱框架的这样子一个含义在里面。然后因为刚刚前面在说它有各种折扣嘛，就是这一件外套。总共有2个折扣，然后加上退税这样子，买下来好像才也是1000出头台币而已。我也是最后一天 vlog 也是穿了这一件外套，我的外套呢穿起来就是这样子，非常好看。然后因为我一直就很想要找这种算是运动外套吗？然后我就一直想要挑到真的适合我再买，然后就买到这一件。
最后结账好像是7.9万还是6.9万，它就是一个想尽办法要给你折扣的一个品牌。然后呢，你们一定会想说，牛仔外套又能差到哪里去？这个牛仔外套就是版型非常好，然后设计的很有细节。它的后面这个 logo 超级无敌好看的，就是蛮有亮点。因为一般牛仔外套的话，背面就是大家想象的那样子，但是这一件它背面的话细节也做的蛮多的。它除了这个十字架下面，它有一个做这样子一个就是拉腰身的一个这个超好看的。对，那它价钱的话呢，好像也是1000出头而已。你们以为结束了吗？还有这顶帽子，帽子真的很好看。因为我是帽子控，所以我就是看到各种帽子我都会想要买。这个帽子戴起来就是长这样子。有漂亮吗？所以应该也是大概900多块吧，值得。Yes， 那你们又以为结束了吗？还没，我以为结束了，还没。还有这个卡夹包，那我一直也是找那种卡夹包可以吊在裤子上的卡夹包，质感也是非常好。然后我记得我当时买的价格是6.9万，好像也有在打一个新款的折扣，它里面的卡可以放的卡超多。我很喜欢它这边这4个这样子的那个铆钉，应该说他们的牌子很容易让人觉得很街头感。那街头感这个东西，就是如果你穿的不好的话，就会看起来很屁。我觉得他们又刚好设计在一个有质感，然后你又好搭配，又不会出错的那种，大家比较好可以入手跟随便可以驾驭的一个品牌。你们如果想要找跟偶像同款的话，也可以去看看哦，因为真的超多偶像的。我昨天做功课才发现，真的很多偶像都穿。说2个来听听。穿这个牌子，像张浩啊，还有 The Boys 的那个松武啊，都有穿他们家的牌子。女生跟男生的东西都很好买。如果你是就是想要走酷风的话，街头风的话，你就可以入手，很好入手哟。接下来嘞 ，No Menu 应该大家也都很熟悉，最近比较大家知道的品牌了吧？这件衣服也是开启我这一次就是狂买条纹衣的一个起始点啦。就穿了之后发现，还不错应该说，我们通常会觉得说条纹就很容易让人觉得哦，就只是条纹一个很普通的穿搭。但是我就觉得他们厉害的地方就是他们有办法把条纹的东西做得很有，就是真的有在搭配的那种感觉。另外就是这件裤子，这件裤子它的版型啊，韩文叫气球裤，就是它是做这边这样子是宽的，然后下面又稍微收窄，简单说就是锥形裤。然后它也是一个水洗，做一个水洗刷纹。然后其实我一开始有点担心，像这件裤子对我来说，我就会觉得它有一点过于街头了。我必须要坦白说，其实那时候是真的有一点就是狗急跳墙了，就是因为真的第2天没有衣服穿，所以我就硬买下去。会还是觉得硬着头皮可以买下去，是因为第一个我本来就很喜欢 No Menu 这个牌子，然后第2个是这件裤子它的版型我真的觉得还是好看的。这样子一整套 No Menu 的衣服，我记得好像是台币4100左右。接下来衣服呢，应该说我就是一个近期非常风迷彩的人，然后就看到这件 Take Easy 的这件迷彩外套。那这件外套呢，看一下当时价格是多少钱？当时是6.9万，然后他们好像有折扣，然后又用了李承浩的会员折扣，我最后只买了55000多块而已。插播一则消息，我们第1天本来那个信心满满的要去逛弘大的母星伞，想说会在那边找到我们第2天要穿的衣服，结果弘大那间母星伞现在在整个大装修。不过后来我们在圣水洞的母星伞，我就买了这件外套。这件的话，大家一样是详见那个 vlog 那边 No Label 就是穿这件外套。我觉得他们的版型真的是做得很符合亚洲人的那种，就是你要穿得很利落的感觉也可以，你要再做其他的搭配也行。就是它很修身就是即使我这么瘦，穿起来还是很挺。因为我穿衣服有一个准则，就是我穿起来不要看起来很瘦、很疲累这样子，干薄的感觉。对，然后他们就是真的让你穿起来就是有挺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完全就是要给它买下去。对，它也有一个缺点，因为它也会掉色。因为我穿这件的外套的时候，我那时候里面是穿白色 T 恤，一整天下来之后，我发现我领口这一边整个黑掉，略微的一点就是小黑啦，没有染得很严重，而且后来洗衣机洗就洗掉了，所以完全可以原谅它。这件外套我还是会一直穿它的。这一件价格好像也是1000吧？哦，没有，这一件外套有点小贵哦，这一件要2400，小小的有点贵，但是不管怎样，我就是原谅它，因为我现在就是深爱这一件外套。另外一个是之前小林的那个 IG 照片有登场过的一件，他的衣服很像。我很久都没有买黑色衣服，应该说自从我养猫之后，我就刻意不买黑色衣服，因为你看就是很容易粘猫。但是因为我们现在跟猫咪已经是分开房间睡，所以就觉得 OK。
就是可以买这样子。这一件外套的话，比刚刚那件外套便宜一点，它是2170元。然后接下来就剩我的一些小衣服部分，这件外套就简单说好了。那因为我最近就很迷这种运动外套，那它刚好又做那种短版，然后袖子很长，然后这件外套当时买好像也是1600多块。这一件外套是我这次去韩国挑到最喜欢的外套了。接下来呢，这一件是在 A-Lane 找到的，还有这件，那因为我也是一个背心控，我有各种颜色背心，还有这件棉裤，这件棉裤也是我买到超满意的，也是在 A-Lane 买的，看起来版型很好的棉裤，然后落地又够宽，然后又不会显腿短。它的裤脚这边的话有做这种抽绳的设计，所以它也可以就是变成是缩口。对，赞。这个是 Tambourine 的香水，那这一次呢，我就是一样已经看好我要的味道是 Lucky Noki 的。那为什么会想要呢？因为它是边佑喜系列的香水，它是做鹅卵石形状的这种设计，然后上面有一只小海龟，是不是超值得买？光这样我就想买了。然后它这个价钱的话是900多块，这真的是没什么好不买的，就是没什么好犹豫的。它的前调是木质香，然后后调会变成一个海洋的味道，然后它味道其实可以持续蛮久的。你是随身带着要补啊或者什么东西的，就是也很方便，因为它体积很小，然后又非常可爱。接下来进到保养篇，这边的话是李承浩买的。那这边的话都是我在 Olivia 买的东西。第一个我必须一定要介绍的东西是这个 BOH 他们的一个保湿喷雾。好用的点是在于，通常大家都会想说妆前保养一定要做的就是很多程序或什么东西的，但这瓶你真的是喷了这个，然后棉片贴上去之后，你妆就超贴。它真的喷完之后，你上妆超级无敌贴，然后而且妆感超级无敌好。妆后你如果觉得说你脸不够服帖或太干，你再加这个，你就会脸就马上有光泽。然后我一定要说，同时那时候很红的东西，现在可能也还在红，空姐喷雾，我们两个都买了，但是空姐喷雾对我们两个来说，是我们两个的也没有到毒药，它不是不好用，但是不需要到说大家一直推说那个东西一定去韩国 Olivia 一定要买，不需要，你们去就是直接找这就可以，它真的超好用，而且因为我们两个的肤质也不一样，我是油肌，你应该是我是混合肌，真的很棒，非常好用，推，而且很便宜，推爆，就这样。接下来就是这个洗面乳的部分，这个也是我上次请李承浩帮我买的。绿色的话就是主打镇静啦，然后它后面的话是它还可以退红，对它清洁力够，然后洗完皮肤也不干。然后这一次我们挑了另外一个主打是毛孔吗？对，清洁毛孔的，可以买，推荐，因为300ml我就觉得没什么好不买的。Dr. John 这个我真的回购非常多次，我每次去韩国只要1+1，我绝对会请李超帮我补货，大概2-3盒吧。它现在这样2条才900多块，台湾1条卖1400，所以这能不买吗？这真的非常好用。那因为它很好用呢，所以这一次就又买了化妆水，还有精华液我也买了。那这2个呢，就是等我再用一阵子之后再跟你们分享说它到底好不好用。然后还有这个Sana代言的这个酵素，凤梨酵素，大家说它早上起来吃1颗这个，30分钟之后就会很快消水肿。它的效果应该还是有啦，但是我自己是没有明显感受到它效果有给我这么强烈的感觉。再跟大家介绍这个，它算是保健减肥的，这个是餐前吃的，这个是餐后吃的。我自己吃下来效果的话，餐前的我是没什么感觉，吃完餐后的效果我真的觉得蛮好的，因为我刚才录影前也有吃这个，那我也是很快就有感觉了。如果想要吃保健食品的话，也可以参考看看这个。这个呢，不是在 Olivia 买，是在药局买的。但我昨天用了，它的效果其实真的是蛮好，它超凉的，好像有4个阶段吧，我是买最凉的。如果你们是那种眼睛很容易痒啊、干涩啊，或者是眼压很高、很容易疲惫的话，就可以点点看这个。接下来就是独岛防晒，这个也是应该不用多说，大家去韩国都会买独岛防晒，不黏腻，然后又吸收很快，不闷，完全不闷，防晒系数又很高，去韩国可以囤货，1年4季都在 ONE+ONE。他们其实现在虾皮也有那个啦，官方旗舰店，只是价格上我不晓得，我没有看过虾皮上的价格。这个也是用过的，孙兴敏代言的酸痛的乳膏啦。
因为其实我本人就是长期我只要久站或路走比较多，我就会腰痛，我腰就是本身有受伤那样子。然后好用的那个地方在于它就是你一擦立刻有感，然后坏处是在于贴完药布之后，我隔天擦这个东西感觉很刺，就是它其实会有点灼伤这样子，然后也会痒。比起药布跟乳液的话，我其实比较推荐乳液，就是真的优点就有一个就是速效。然后接下来就是也是这个在药局买的，它是主要是治粉刺的东西，它也红很久啦。我们前年去的时候，它的痘痘药跟去疤药就已经在红了。他们现在甚至是一整列都是关于皮肤的东西，所以其实如果你们要去药局找关于痘痘或是皮肤的东西，其实真的外国人友善了，他们都列出来了，所以你们就直接拿就好了。这边接下来就是我买了这个也是没用过的口香喷雾，那是我是看它的外表很可爱所以买的。还有这个倩碧的这个唇油，它的本人就是长这样，它好像只有一个色号吧，就是这样子。它其实是透的，它不是饱和色。擦上去之后，我觉得它看起来会就是气色蛮好。对，那接下来就是换你这边的。这一个的话，它是 IOP， 我其实真的也没有做功课，也没有看太多人什么推荐，那就是我就是看着品牌买这样子。因为主要是我之前去的时候有买他们家的咖啡因精华，也是抗老的东西，然后我那时候就用那一个，然后加上我搭配那个 Medicube 的美容仪，那个产品用起来是蛮快速就可以看到，感觉有效果，然后真的脸会变得比较亮，然后跟肤色比较均匀一点那种感觉，然后而且毛孔好像也真的有缩小，我不知道是错觉还是怎么样，但我那时候真的觉得有感。然后必须要再说一下，因为他们家全球代言人是我们家佩晨姐姐代言的，所以就是也有一些朋友的关系在啊，所以就是很喜欢这个牌子。它的话，他说它是可以促进胶原蛋白增生的一个产品。那这个的话，它的效能说它是改善毛孔跟促进皮肤弹力的这样子的一个产品。我的 Olivia 的最后一个商品是这个 Tear Plus 他们家新出的卡通图案的痘痘贴，然后它原本里面附的是这样子的素色的这样子的痘痘贴，后来隔2天又在别家看到了不同的款，这个才是我原本想象中想要买的款。还有这个雷射贴纸的，实际上贴起来真的蛮遮的，但是有一些就是因为那个贴纸本身不是太显眼，远远看照片看上去会反而看起来更像更大的一个痘疤或什么，所以其实有点小尴尬啦。那以上这样子就是我们的 Olivia 开箱。再补充一下这个护手霜的部分，这个也是我在汉南洞的时候逛街买的护手霜，看一下。它的护手霜就是木质调那种，然后又不黏腻。现在韩国很流行在你这些随身个人的这种小保养品啊、化妆品上面做这个大洞，然后挂一个自己的小串珠吊饰，它都会有所有的英文字母或是数字放在那边，让你自己挑选你要配什么字，然后它会帮你串。价格是300多块，然后他们整间店的话只有一个味道的护手霜，其他什么真的身体乳啊、沐浴乳那种东西也都很值得，扩香什么的，而且是真的香，不是那种就是卖包装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可以买。好的，接下来换免税的部分。那免税的部分这边是李展浩的，他买的金额是12000多块，那我这边是11100。我这边2.5公分，这边4公斤，你们看大小就知道，小林真的多的买。我免税的话为什么会买到12000多呢？是因为我主要我买了一些比较高价的东西啦，其他东西的话其实就是有一点硬凑这样子，就是想说补一下货，因为真的价格太便宜了，不补有点就是敢亏待自己这样子。韩国的棉片百种，我真的只推他们家的棉片全系列都非常的好用，我真的很喜欢，我已经回购了无数次了，就不用多说了。然后价格的部分的话，待会小林会告诉你们它到底跟 Olivia 价差多少。然后还有刚刚已经介绍过的这个 BOH 的喷雾，然后它是迷你的3罐，很可爱。然后除了可爱之余呢，因为我就是一个很常出差的人，所以我常常会需要带这种小容量的东西在身边，我会觉得比较好用。出差或是短期旅游的时候，可以带它出去，就可以节省重量。还有这个兰芝的护唇油，那它的效果就是你涂上去之后非常保湿以外，它颜色很饱和，你的唇纹是完全盖得掉的。我买的是 Peach Glass 这个色号，还有一个是 Maple Glass 这样子2个颜色的色号。这个东西是我真的觉得用了之后，我也觉得很有感。我用完之后真的觉得它很方便，是它真的有润唇效果，就是可以变成嘟嘟唇啊。没有错，推这个的话呢，也是我就是发现它很便宜，然后所以就买。因为其实我已经知道这个东西很久，这也是很多人都说用它来点在那个痘痘上面，消炎的速度非常的快，治疗痘痘的一个茶树精油。接下来的2样产品呢，直接占了我的12000里面的8000多。肌肤之钥的眼霜，另外一个
海洋拉娜的也是眼霜，一样是还没有拆封过，还没有研究好要怎么使用这个东西。就我现在其实真的是一个保养初学者，保养的步骤就是我还需要重新去认识一次，因为我其实是一个不太研究这些东西的人。这个是最后一个我在最后一刻加进我的免税购物车里面的，是 Felix 代言的 Reflection Skin Glow Foundation， 因为看到是那个 Felix 代言的，他的广告真的拍得好漂亮好看，然后就去试了一下，结果发现哇不得了，多么轻薄，多么清透，然后妆感多么的好。因为我一直在追求我要那种很完全看起来像没有化妆的这一种底妆。然后补充说明，Olivia卖的价格是1300多块，但是免税价格就是900多块，真的就是有价差，真的要比价。OK， 那我的免税呢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哦。接下来换小林，免税的专家。那我这次总共刚才说过是买11000多块，那这其中还有2瓶 BB 的香水，我买的味道是 New York Intilly。我觉得它们味道就是一样是很舒服的味道，然后其实也算是蛮持久的。那我挑这个味道就是有点宝宝味道的。那这一瓶的价格在实体店面买的话是1900多块，那我买的金额是1300多块。接下来先跟大家说一下的是 Roman 的修容，有在化妆的人一定都会知道 Roman 修容，大家都在用。那 Roman 修容在Olivia看的话是300-400块、400-500块，但我这一盒买是235，在免税买，我真的就是必须得比价，谁想要买贵的东西呢？这个也是我之前用过口腔喷雾 Rebrush 的，然后它有两个颜色，这个好像比较强调除臭，这个的话就是一般让你的口腔方向。它一瓶是193块，Olivia好像一瓶是卖200多块吧。然后呢 ，Number 几的就是一样一些精华液，那5号的我没有用过，所以就是也不多做介绍，但是一样很便宜，这一瓶好像300多块而已。它就是那个啦，数字面膜的那一个汤价的。我有用过3号的酵母精华液，那一瓶很好用，所以推荐你们也可以去买。那这一瓶一样也是300-400块以内，那就是用过之后再跟你们分享。这个维他命 C 精华你们应该知道吧？你竟然还是买？你知道为什么会买吗？因为它这一瓶才200多块而已。这次的话，我本人就有话要说了，因为这一次一样的东西，我就是才刚用完1罐，然后我本人没有觉得它有什么神力，就是。然后一样还有倩碧的，就是刚才那一支纯油的变成纯膏版本，就是一样是这个颜色的东西。然后它也是保湿效果还不错。那这一支价格好像也是300-400块吧。隐形眼镜的部分呢，我这次买了3盒隐形眼镜，我用的是 Glowing Nature 的这个，因为这个就是你们看到我所有的韩国影片都是戴这个隐形眼镜。这一款真的超级无敌推，我超级喜欢这个，它戴起来超级自然，你眼底就是眼底星空，就你真的会有眼底星空。推荐你们可以去戴，如果你们想要眼睛有变色，然后又想要自然走自然款式，就可以去买这个 Glowing Nature。Owen 现在在那个乐天免税上面也有活动，这3盒不超过1000嘛。那接下来要郑重介绍这个 Hotly 的这个护手霜，非常的香，它可以说是我之前用过最好用又最香的护手霜了。价格在 Olivia 好像一条也是300-400块，在免税买一条才170几块。它还有出香水系列，在 Olivia 买香水的话是15ml 900多块，它免税卖15ml 是500多块。我们在韩国的期间免税没有这个味道的香水，没有了，我现在就是没买到。就是这个味道，是摩洛根花园，你们可以去喷喷看。我真的是一开始闻这个味道，闻到脚要软掉，超香的。棉片的话呢，为什么说要在乐天免税买？因为你就没有行李重量的问题，然后它价钱还就便宜，这瓶才300多块然后它在 Olivia 价格好像也是500-600块，真的就是用乐天免税买棉片就好了，真的是拜托大家。这也是刚才那个 Hotly 的那个身体乳，也是那个摩洛根花园的身体乳。那我这边的开箱就是这样，给你们看一下，这些东西呢，就都是我在乐天免税买的东西。韩国逛 Olivia 的话，还是可以建议你们比价一下。以上就是我们的这一趟韩国的开箱，总消费金额我这边是大概花了55000左右，就是只有在当地的购物吃这一些。我这边的话好像是44000多。这一次的开箱，我们最重要的一个重点帮大家笔记，就是大家要买任何的 Olivia 这一些，就是你想得到这一些化妆啊、保养
样啊这一些东西，就是你都可以在我们这支真的不是广告，我们这支真的不是广告，你都可以在乐天免税店上面找。为什么只说乐天呢？因为我同时我有看过新世界的、Hyundai 的，还有新浪，我全部都看过，但是真的就是乐天的折扣给到超级无敌高，我不晓得为什么。好的，那这一集的开箱呢，就差不多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哦。希望你们会喜欢。如果我们有漏讲什么，或是你们想再知道其他的我们的商品资讯的话，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们。拜拜，拜拜。